安克 Premier 充电宝是一台把高功率、全协议、全兼容和智能交互真正做起来的高端移动电源，不只是参数猛，而是兼容性、效率、稳定性和多口体验都站得住。再加上高压低阻电芯、双向独立大功率链路、无板立体堆叠和完整热设计，也把这份高端定位撑起来了。贵确实贵，但它不是贵的空，而是贵的有东西。各位们大家好啊！这视频我们已经把这台安克 Premier 充电宝的性能轮廓摸得差不多了。这不是一台单纯靠大功率参数撑场面的产品，而是一台明显冲着高功率、全协议、全兼容和智能化管理去做的高端移动电源。但高端这两个字不能只靠参数表和 APP 界面来证明，真正决定它的含金量的还是内部的电路架构、电信方案、功率链路，还有它到底是怎么把多口不断连、高功率输出和 APP 控制这些东西拧到一起。所以这一期我们直接拆开看真相，看它到底是表面热闹还是里面真有实力。充电宝拆解有爆燃的风险，请各位老铁们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车拆的博主啊！我们先把充电宝四周加热一下，加热以后敲开它的面板，可以看到面板上面有4颗螺丝。费了半天时间啊，终于把这个盖子给撬出来了。内部有2条白色的导热硅脂贴，贴在这个电池背面，把热量扩散到这个石墨烯导热贴上面。背面是一整张石墨烯导热贴。主板这上半部分需要隔热的地方，它是有隔热的。这里有一根软排线连接到底部磁吸充电口上面，放在底座上面进行充电用的。排线上面打胶进行固定。端开排线，这个主板跟电池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模块。把模块给它顶出来。底座这个充电小板没有什么器件，底部模组侧面都贴有这种石墨导热贴。底部这个壳体这个上面是个卡扣这一块是蓝牙天线贴在这个上面壳体上。灰色的导热胶。先拿出顶部的盖子，主板还有4颗螺丝进行固定。先把正负极给它断开。主板底部有一块加厚的白色的导热硅脂贴。屏幕排线的位置打胶固定，侧面还有一根白线从电池保护板这里引出来的。为了避免屏幕排线被割断这里还设置了一个环形的装置，把排线固定在这个上面。端开屏幕排线，拿出主板模组，这个做的非常的小然后底部就是电池模组。拿出电池模组本体，灰色的导热胶，固定电池用的泡棉双面胶，侧面有白色的导热硅脂，配上石墨导热贴。再加上轻颗子绝缘，这一面的配置也是一样的，都是导热硅脂电池组正负极极耳之间有泡棉隔离，保护板上面轻颗子加泡棉保护。NTC 热敏电阻粘在电池上面，采集电池温度。所有的电芯都是点焊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焊接非常的牢固这一对粉色的散热硅胶就是我刚刚清理出来的主板的关键的芯片位置还打了这种透明的白胶，这就是主板的样子。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拆到这一步，这台安克 Premier 充电宝给我的感觉已经很明确，
它肯定不是传统的那种大电芯加一块主板的普通思路，里面藏着的东西比外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前面测试很多现象已经把问题摆出来了，为什么它能把高功率真正跑起来？为什么多口同时用的时候它能够不断连、不重握手？为什么这台机器不只是功率大、协议全，连 APP 控制、屏幕交互这些功能也能一起塞进来？再往深一点说，它这份完成度到底是靠单纯堆料堆出来的，还是背后真有一套完整的系统设计在拖着？把这个充电宝拆开后，就会发现，这个充电宝从主板工艺、模块堆叠、电芯平台到整机的散热设计，很多地方都不是普通充电宝那种够用就行的做法。也正因为这样，咱们前面测试片表现出来的那些高功率、全兼容、稳定性才更值得往后挖。我们就按4个章节把这台 Anker Primer 充电宝内部的逻辑一层一层拆开看，这些真相都在电路细节里面。我们先看这台充电宝最核心的底子，也就是这个电池及保护电路。这台 Anker Primer 充电宝不是普通的低压电芯，而是天津力神新能源的高压钴酸锂电芯，单颗电芯容量5250毫安时，能量值是 19.95 瓦时，单颗电压 3.9 伏。这个电芯的内阻我实测只有 2.5 毫欧，5片串联以后，整组电压来到 19.5 伏，总内阻实测 13.26 毫欧。这种高压方案能把大功率下的电流压力先降下来，低内阻又能把压降和发热一起压住，这里就是撑起整机高功率输入输出的核心底盘。力神新能源1997年成立，主营覆盖电池制造与销售等业务。电池保护核心用的是美国德州仪器出品的 BQ40J80，这个芯片不是普通的保护 IC， 而是一颗完整的2至6节锂电池组管理器，自带 TI 的阻抗跟踪技术，能做可用电量估算、充电放电保护、身份认证，还支持充电或静置时的电芯均衡、充电策略、寿命监控和黑盒记录。这个芯片在这里干的不只是防过充过放，而是在给这组5串高压电芯当大佬。德州仪器1930年成立，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奠基者。电池保护开关管用了江苏长金科技出品的2颗 2R5S-N04C 开关管。长金科技2018年成立，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的研发销售。电流检测这边给了2颗 R002 采样电阻，再配上 NTC 热敏电阻，适时采集电芯的温度。另外还有一颗蓝色丝印 F 的自恢复保险丝兜底。电池管理芯片不是只看一个电压值就下判断，而是同时盯着电流、温度、充放电状态和异常边界，是一套成熟的保护逻辑在干活。所以这一章看下来，最值得肯定的不是某一个参数特别夸张，而是它把高压低阻电芯平台和高规格电池管理系统一起做起来了。这台 Anker Primer 充电宝是一台带着智能设备属性的高端充电宝，核心原因就在这套 MCU 控制电路上。先看 MCU 供电部分，先用德州仪器 LMR54410 做降压，再配合旁边的合金电感和上海永明的2颗68微法35伏固态电容做滤波。永明电子2004年成立，专注铝电解电容研发制造，后面再用3颗 LDO 做低压净化。南京威盟电子出品 M16203A 一颗。威盟电子1999年成立，主要从事电源管理类芯片研发与销售。四川乐山无线电出品 LR6375A 2颗。乐山无线电创建于1970年，中国最大的分立半导体器件制造基地企业。降压再稳压是把高压电池平台里的电源噪声先压一遍，再给 MCU、传感器、屏幕和外回控制提供更干净、更稳定的低压电源。这套控制系统的主控用的是上海小华半导体出品的 HC32F460 系列 MCU， 这颗 MCU 是32位 ARM Cortex M4 内核，最高主频可以达到200兆赫兹，还带 FPU 浮点运算单元，整机的 APP 连接、充电模式切换、时钟屏保、番茄时钟、屏幕显示、功率适时刷新，甚至整机的摇晃唤醒功能，背后都需要这颗 MCU 去做统一管理。小华半导体2021年成立，是华大半导体的核心子公司，前身为华大 MCU 事业部。MCU 旁边配置了一颗北京兆易创新出品的 GD25Q181 128MB 存储，用于存放系统 UI 界面。兆易创新2005年成立，专注于存储器、MCU 传感器等。板子上还配了一颗天津美芯半导体出品的 MC3419 3轴陀螺仪，负责重力感应、旋转屏幕显示方向。美芯半导体1999年成立，专注研发热对流加速度传感技术。蓝牙模块一片，负责手机 APP 适时连接与控制。
全彩显示屏负责人机交互最直观的显示界面。这一章节看下来，独立的供电电路、性能足够的 MCU 主控、蓝牙连接器件、独立的存储和姿态感应器件，它的那些 APP 功能和屏幕玩法不是花架子，它背后是有完整的硬件平台在拖着的。C1、C2 双向功率电路就是整台 Anker Primer 充电宝最核心也是最有含金量的一部分。先把结论立住，这台机器的双 C 口是2套配置，完全一致，规格完全对称的独立双向功率系统。每一路都配了一颗成都易充半导体出品的 CPS8855 双向协议控制器，用于小米、华为私有协议以及公版 PD 协议识别与握手。易充半导体2016年成立，专注高性能模拟及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芯片，2路再配德州仪器出品 BQ25756 双向全桥升降压控制芯片各一颗。这颗芯片的规格很高，支持1至14节电池双向控制，输入电压 4.2 至70伏，支持 USB PD EPR 集成16V ADC 去做电压、电流、温度监测，充电电压精度能做到正负 5%， 充电电流和输入电流调节精度做到正负 3%。全桥拓扑，2路上桥，一共4颗管子，用的是德国英飞凌半导体出品的 BSC014N04LS。英飞凌1999年成立，全球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大厂，前身为西门子集团半导体部门。下桥4颗管子用的是深圳微兆半导体的 003N04MN。微兆半导体2012年成立，专注 MOSFET、IGBT 等功率器件。上桥用英飞凌，下桥用微兆。这种搭配说明工程师不是闭眼全上同一套管子，而是在导通损耗、热分布、成本和驱动匹配之间做了平衡。外围电路上这一块也是很讲究，2路各一颗环形储能电感，各2颗永明固态电容滤波，电池端每路一颗 R065 电流采样电阻，说明它对每一路双向功率的电流变化都盯得很细。端口侧还配了2颗微兆半导体的 03N04MN V8开关管，再加上端口侧002和003电阻做外围控制，这就不是一套图纸改2个口，而是每一路都把协议、主功率、采样、滤波、端口隔离做完整了。所以这一章节拆下来，是他把双向、高功率、独立、不断联这4件事一起做成了。它不是传统充电宝思路的简单放大，而是2套真正独立的高功率双向功率系统并排塞进去了。这也是整台机器高端感最硬的一层来源。A 口及底座电路这部分能看出安克这台产品有没有把整机逻辑做完整。先看 A 口，一颗珠海智融科技出品的 SW3526S 协议芯片。珠海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专注电源管理芯片研发为核心的企业，配合一颗合金电感做储能，再配永明的120微法35伏、220微法16伏2颗固态电容做输出滤波。A 口的 V8 开关则用了 N+P 的组合，一颗重庆评委实业出品的 NMOS， 型号是 070N03HL， 评委实业1988年成立，专注于电源用半导体器件研发与制造。另外一颗是深圳领泰半导体的 PMOS， 型号是 40P68， 领泰半导体2018年成立，专营电子元件、集成电路、半导体研发以及销售。N+P 这样的好处，既能把输出控制得更干脆，又更容易兼顾反馈保护、协议握手和异常隔离。端口侧采用 R1010采样电阻做电流采样。再看底座输入，台湾兆龙科技出品的 CT357C 光偶一颗，用来隔离底座和充电宝之间的控制、检测和使能信号。兆龙科技2013年成立，专注光偶、红外器件和可见光 LED 等方向。一颗思锐普微电子出品的 TP181 电流检测芯片，适时检测底座输入电流变化。思锐普微电子成立于2012年，专注高速高精度、低功耗、超低噪声模拟芯片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研发。板子上一共6颗深圳领泰半导体的 40P68 PMOS， 再加上中间一颗 R002 采样电阻。这6颗 PMOS 不是简单并联，一部分负责降低导通损耗，一部分负责背靠背阻断反灌，还有一部分负责输入路径切换和热拔插控制。A 口和底座这2部分虽然不是整机的高光部分，但它们恰恰说明这台 Anker Primer 充电宝是在按一整套高端移动电源平台的思路做系统分工。这台 Anker Primer 充电宝的强不是某一颗芯片特别夸张，而是整机从结构、器件到功率路径的分工都在往高规格系统方案上做。我们先说它的第一个优点，
是它的高功率密度立体堆叠设计确实很有工程含量。安克把原本一块设计简单的大板能够铺开的系统拆成了5块 PCB 做立体堆叠，而且主板还采用了成晶工艺，这就不是简单的把板子切碎，而是在做更高密度的3维系统集成。这样做的难点就是热设计更难，板间连接更难， EMI 更难压，装配精度要求也更高。安克愿意这么做，说明他追求的不是简单堆料，而是在更小的体积里把高功率、高集成和整机的完成度一起做上去。再来说第二个优点，是它的核心器件规格确实给的高，很多关键的位置直接用了德州仪器和英飞凌的器件，比如电池管理用的 TI 的 BQ40Z80， 双 C 口双向主功率链路用的 TI 的 BQ25756，MCU 的控制供电又用了 TI 的 LMR54410， 双 C 口上桥的 MOS 用了英飞凌的管子。说实话啊，充电宝这个品类真没有几个品牌舍得在这些核心器件这么大面积的用上德州仪器和英飞凌的料，因为这带来的不只是成本的上升，更代表整机在控制精度、保护边界、稳定性、系统完成度上确实是往更高的标准去做。第三个优点是它的功率路径分工非常的清楚，双 C 口双向独立主链路， A 口独立输出通道，底座独立输入路径。这种分工的价值，前面测试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多口同时使用不断连，不重握手，双腔自充能成立， A 口不会拖双 C 主链路的后腿，底座也不是简单的插上就硬充。这种体验背后本质上就是独立功率路径和完整系统调度在撑着。至于缺点，那就是一个现实门槛，1099元的售价，这会劝退不少普通消费者。但我觉得这更像是它的产品定位，而不是产品本身的电路缺陷。因为每个行业本来就有亲民的路线，也有高端的路线，不可能所有的厂家都做同一种产品。安克 Primer 这条路线本来就是主打的高端旗舰，只要它不是价格高端、性能低端，那我们就没有因为价格去喷它的理由。所以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而是你愿不愿意为这种高端定位买单。这台安克 Primer 充电宝不是靠参数表在撑高端，而是从结构设计、核心器件到功率路径分工，整机都在围着一套高规格移动电源平台去做。价格门槛确实高，但至少从电路完成度来看，它不是高价低配，而是真把高端该有的东西做进去了。兄弟们，这台安克 Primer 充电宝是把高功率、全协议、全兼容、智能交互和整机完成度一起做起来的高端移动电源。它在兼容性这一块确实把中国区用户最在意的小米、华为私有协议，再加上公版 PBS 和 UFCS，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兼容。高功率表现上，140瓦能打到很深的电量区间，双腔自充和多口并发也能成立，而且多口使用时不断连、不重握手，这种体验的完整性比单纯把峰值功率写得很高更有价值。再加上效率、文波、温控表现也都很在线，所以它前面的测试成绩不是某一个单点特别炸，而是整机综合完成度很高。这期拆解篇看这台机器的含金量，也不是停留在外壳和屏幕上面，高压低类组电芯平台、高规格的电池管理、双向升降压主链路和完整的 MCU 控制系统，整机从电芯到电路交互逻辑，明显都是围绕着高端旗舰路线去做的。更关键的是，它把一块大板铺开的思路改成了难度更高的5块 PCB 立体堆叠，配合主板的成晶工艺和完整的热路径规划，把高功率、高集成和小体积真正的压在了一起。这种做法拼的不是表面热闹，而是工程能力。测试和拆解下来，这台产品最终给我的感觉，它不是一台参数很猛的充电宝，而是一台已经开始往智能化、高端移动电源平台方向走的产品。价格门槛确实不低，但至少它不是高价低配，而是真把高端该有的性能、规格、完成度做进去了。这期视频我给出我最终的评价，安克 Primer 充电宝是一台把高功率、全协议、全兼容和智能交互真正做起来的高端移动电源。不只是参数猛，而是兼容性、效率、稳定性和多口体验都站得住。再加上高压低阻电芯、双向独立大功率链路、无板立体堆叠和完整热设计，也把这份高端定位撑起来了。贵确实贵，但它不是贵的空，而是贵的有东西。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在公安叔叔
我是离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撑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